金砖扩容 BRICS 巴西、中国、俄国、南非、印度，那现在真的这个埃及、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伊索比亚，有个国家不见了啊。叫做阿根廷啊，好险啊！阿根廷没加入，加入就麻烦了。是，这国家的 GDP 要掉一半，他怎么可能搞这个去美元化嘛？他还要加入美元呢。很多国家申请，为什么最后只有6个国家进入啊？这就是印度在作梗。原来既有的5个国家里面，最不想让 BICS 扩员的就是印度。我觉得金砖是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上很重要一个国际组织啦。今年是俄罗斯啦，最重要一个 agenda 就是去美元化，在国际贸易中，起码金砖国家尽量用本币，把美元在国际政治上影响力进一步削弱。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一修，我们继续追寻历史，最有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是我们的国际事务专家金文基大使。历史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这最近金砖扩容正式来履行了。其实我们去年也谈过这个很多议题啊。那金砖扩容呢，这个总共大家也知道 BRICS 嘛，好，本来就是巴西、中国、俄国，然后这个南非，好，然后这个印度，好，这5国嘛。那现在当然新增的这个几个国家啦，好，那这些新加进来的国家，好，就是包括埃及、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好，然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好，我们现在一般好像也跟着对岸用叫阿联酋啊，以前我们叫阿联呐，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这几个国家，还有伊索比亚。好，那大陆叫做埃塞俄比亚哦，如果大家有看到相关文献的话，但现在有个问题是，有个国家不见了啊，叫做阿根廷啊。那这很有意思哦。那总之呢，金砖国家扩容之后，总人口数来到了35亿啊 ，GDP 呢来到28.5兆啊，是相当的惊人的一个状况啊。那不过，这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像普丁就觉得说，不错，好，金砖扩容之后呢，他说有30个国家啊。还想要再加入这个机制啊？但这里面有几个点来请教一下大使啊。就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金砖扩容阿根廷跑掉了。这个阿根廷最近换了一个新的总统啊，好吧？那大使你怎么看金砖正式运行，然后还有阿根廷跑掉这件事？我们后面再来讲说，这个普丁还想再加入新的。就好险啊，阿根廷没加入，就好险阿根廷没加入，加入就麻烦了。是，这国家的 GDP 要掉一半了啊，真的。对。他怎么可能搞这个去美元化嘛？他还要加入美元呢。所以这个来他这个事实上他在选举的时候，他的政策就是说，我们要站在美国跟以色列这一边，是我们绝对不要跟中国跟俄罗斯站在一边。所以他的选边呢，这种是一种幻想，就是说很多国家他认为他自己是西方国家，你知道。他认为他是要站在西方，他们90%是白人啊，所以搞不好他真的这样想。很多纳粹都躲到阿根廷啊，对，以前被很多以色列的那个穆萨德抓回去了，对。不过我觉得他没有加入，真的是对金砖来讲，真的是一个大帮忙。要不然光他进去，第一个跟你都唱反调。OK， 第二个金砖是合意，是那个这种一定都是共识决 OK， 共识决，最后大家妥协了。所以一个人反对，一个国家反对就不行，他这么亲西方的他意识形态他不适合。他当时所以会被接受，其实他本来状况就不好，当时会被接受，因为就是巴西坚持要把阿根廷带进这个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大家庭里面，那是卢拉出手的，所以才让他加入。他的状况是很多的，那他现在不加入真的是一个好事。那我觉得他金砖下一批应该把这些东亚的一些国家，尤其东协的一些国家，像印尼啦，像泰国啦，像越南啦，这些国家应该考虑让加入。我觉得这些国家第一个有实力。第二个，他们也比较可以预测，那么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他们比较强调中立可是他们也跟所有世界各国都要做朋友的。那么这一个机制对他们来讲是另外一个机会跟一个安全阀啦。对这些国家都是，我觉得就是说未来他们应该往这方面走。那上一次所有很多国家在申请的时候，为什么最后只有6个国家进入啊？那一般的了解就是印度在作梗。又是印度。现在这里面就是说，原来既有的5个国家嘛，金砖5国里面 BICS 最不想让 BICS
这个扩员的就是印度。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上它是要往西方靠的，而且就是说金砖5国的话，可以凸显印度的重要性，跟其中另外4个真正大国平起平坐。中国在里面，俄罗斯在里面，南非是非洲的龙头，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巴西是南美洲龙头，印度就是个次大陆，在次大陆关系也都没搞好，四周国家都反对他，对，他真的是在里面是真的是怎么讲呢？是有一点点提升了他的地位了。可你再加入几个国家的话，他就不行了，是被稀释，而且这个国家它是反回教的。未来进的几个国家都是回教国家，所以他反印尼，对不对？他反印尼，那可是他没有办法反沙特，沙特进来了，他没办法反埃及。你知道埃及是第三世界的当时这个万隆会议，当时那个第三世界老大，对，他算是老大。纳瑟那是1号人物啊，也是第三世界英雄，第三世界，然后人民的古文明发源地啊，对不对？然后阿联酋，然后再加上这个Ethiopia 东非大国，对，这几个国家进来，还有这个当然阿根廷，那就会冲淡这个印度的角色了。印度是本来就是个假大国，那现在这个真大国多进几个，他现在真的是大国，因为人口最多。然后最多有什么用？贱民一大堆啊，谁没人这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啊，对不对？自生自灭的，这全世界最悲惨的一群人口啊！你去过印度，你就知道他们多悲惨了。真的就是说命如蝼蚁啊！我们中国有句实话，命如蝼蚁啊，他们就是蝼蚁啊。刚才讲印度的话，当然就是说，现在今年是俄罗斯啦，他今年10月可能要办高峰会。我觉得今年他最重要一个 agenda 就是去美元化。那么在国际贸易中，起码这个金砖国家尽量用本币或者其他的方式来交易，把美元的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力把它进一步削弱。我觉得这是俄罗斯最大的一个最大的。另外还有就是说财政金融的合作，那财政金融合作这里面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靠泊的港口啦。对，那这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是18兆，那美国也不过24兆，那中国平价实质购买力有说已经超过美国的啊。另外就是科技发展这些部分，我觉得以俄罗斯今年的主要，它还是要解决这个经贸的问题，就是说金融还有这个投资跟贸易的问题，对，这个是它的重点。那这里面它又拉了几个大帮手、大钱袋子，沙烏地阿拉伯。也就是这些油源国家，阿联酋为什么先拉这2个？因为这2个国家有钱，太有钱了。而这2个这个钱呢，他们现在也有恐慌，因为他们的钱大部分是存在美元这个工具里面，对，而且很多实质资产也在欧美国家。但是美国现在有可能说没收就没收了。最近不是有一个消息是美国想要没收俄罗斯3000亿美元资产？对，他原来是冻结嘛，现在就没收了。很多西方国家这边说，我没有这个法律，但美国说 just do it。美国现在就是说我就法律啊，我说可以就可以啊。美国不是像这样子啊，对不对？可是这样搞下去会让美元受到很大的问题。你会发觉美国的这种所以决定世界其他国家生死三个基础，第一个就是美军、美元，第三个美国的怎么讲？美国的传播，对，我叫美语啊，美国的语言霸权，这3个，他今天现在俄罗斯就是要削弱，先削弱他的什么？先削弱他的美元。那美元可是美元的地位撼动起来是蛮难的。那你一定要主要的这些大的资源、有资产、有贸易有实力的这种经济实力的国家加入。现在你看第一个中国在里面。对，第二个是哪？第二个就是这些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家在里面。那所以就是说，投资2个方向。对，第一个贸易使用的工具，用美元来讲往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汇存底往下降；第三个就是说从欧美国家把你的资产把它移出来。对，那当然你要有投资标的啦。现在就是说，就看中国了。因为第一个的话，你拿人民币的话手上的人民币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中国购买的产品非常多，对不对？甚至各种的服务，你们工程服务，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贸易啊。你今天你要沙烏地要搞这个新城，那是5兆美金的，那你的中国工程团队来，他就不要用美金付了嘛，我就直接用这个人民币付给你嘛。对，那人民币哪里来？你买油的时候你付人民币给我就好了，就形成一个循环。形成循环。这个中间就这个时候啊，让美国在凭空中间哈，美元这个赚这个汇差的时候啊，这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省下来，大家都有利。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沙烏地阿拉伯这种各种基金啊，什么皇室基金、政府基金、开发基金，那上面都是数兆美元的。那他要找投资的标的啊，所以最近他们买了，就是说，好像沙烏地一个基金，一个公家的基金买了那个理想汽车嘛。对啊。这就是他们这个在实际的做法就是这样。那大使你怎么看？就是中国经济跟整个金砖，接下来中国会怎么发力跟去布局呢？我觉得金砖是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上很重要一个支柱的一个国际组织啦。当然，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发展哲学一向是把自己搞好。对啊，不能都依赖这种国际组织啊什么。国际组织是从旁协助啦。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类的，尤其这些国际组织，我觉得它是对国际经贸秩序产生比较大影响的。对，它不是去改写这个国际外交安全秩序的啦。那经贸秩序其实是国际安全、政治安全秩序的一个基础。那这个经贸秩序的话，他们第一个就是说要把国际的支付把它合理化嘛，这就是去美元化嘛。对，第二个就是说，那么国际开发的融资他们现在要把怎么样？要想办法来解决。也就是说，过去国际这种开发中国家的开发的融资都是被西方国家掌握。那西方国家有一个叫 conditionality， 意思就是说你要符合什么条件我才给你钱去开发，那都是政治条件。那他们现在不用这个，所以金砖国家有所谓的新开发银行，对，总部设在这个上海。那另外把这个所有这些现在有钱的开发国家的开发银行彼此整合起来，然后真正让这个开发中国家它在发展的融资上面摆脱对西方这些发展银行甚至商业银行的这些依赖。那这是一个体系的建构。那还有就是说这个话语权方面。对于国际这种发展，有些这种尤其经济方面的 agenda， 比如说美国今天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国家用低税制度，这些企业税制度你要这个东西把美国的产业都抢走了，所以美国就推动一个秩序，就是说你这些国家，你对于企业税你不能低于15%，对不对？你过去都用%。你可以，你就是说，甚至搞零税率嘛？对，零税率。他说你起码你要征15%的税率，因为美国大概就是15%，就要照美国的标准，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金砖以后会有更大的发言权啦。另外就是说，也让油源国家比较有底气，有这些政治经济的强国、军事的强国将来比如说让沙烏地阿拉伯能够摆脱美国对它的影响。美国对它最大的一个自豪就是说，你只能用美元来交易你的石油，对不对？那他们现在也要摆脱，因为你只能用美元，你手上就抓着美元啊，你那么多美元，在美国一控制你就没有啦，美国一没收你就没有啦。那他抓一点这个人民币，抓别的币值它比较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改变国际金融、贸易、经济秩序的，会是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着力的国际组织之一啦。就等于说金砖国家对于中国是一种去风险的一个布局啦，对，去杠杆的一个布局那我想这个接下来金砖会更加的重要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那我们今天谢谢大使，谢谢历史哥。好，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拜拜。